不再遥远。举头望明月，对影成双对，想要飞到天上的宫阙，两情相悦，缠缠绵绵，漫漫长夜，你在身边，相依偎，就是永远。甜蜜在泛黄中盘旋，坠落在你和我之间。花开又花谢，月依旧圆，识破又境迁，唯独你没变，写一首不朽的诗篇，记载只属于我们的美。欧莱小白瓶邀您观看陈芊芊，少君嫁妆备得好，芊芊美白没烦恼。欧莱光感小白瓶，让人白里透光，4成高光。5G 视频手机全新 OPPO Reno 4系列，邀您观看传闻中的陈芊芊。二郡主，属下无能。林七天突然出现，救了那陈芊芊。林七竟然还活着！苏子英被俘，一群人往玄武城的方向逃了。一群废物！再派人去，一定要在他们抵达玄武城之前杀了陈芊芊。是。裴公子，裴司君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城主已经公告天下，对于花园城百姓而言，少城主陈芊芊已经死了，而大郡主的双腿还未痊愈，继任城主只剩你一个人选。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芊芊？她现在是离开花园城了，但难保母亲日后不会心软，招她回来。为了一个不确定，你就要对自己从小长大的妹妹赶尽杀绝。万一城主得知此事，我救得了你1次，但救不了你第2次。裴恒，你不要以为你在母亲面前替我求了情，就能对我指手画脚。花符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等我求得了母亲的原谅，我才是花园城司君。暂且不说城主会不会原谅你，你别忘了，护城军和裴家军一脉相承，司军一职理应由裴家后人执掌。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服众了。我不信，司军一职会一直握在一个男人手里。你在胖吗？我还说对天发誓，绝对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选择。你干什么？我就想这么一直看着你。我总觉得你这眼神里面透露点什么。想起大牢之夜，总有点情不自禁。青天白日的，你克制一点。此去玄虎城，途经威猛山，想起客栈储物间那一幕，总是有点遗憾。你遗憾你找白洁去，你找我干嘛？哎呀！老板，我的酒。来，小二，快上酒！来了，来，喝，晚上这边。
不是你们说这橙子跟香蕉要是在一起，他们生的孩子交全呐？三位先生，哎呦，你们怎么跟来了？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少城主，临走的时候呀，韩少君非得把我们带上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敢问。许是怕少城主一路寂寞，让我们一路陪着讲故事解闷儿。恭贺少城主，贺喜少城主，绞尽脑汁躲过明枪暗箭不容易，终于活到了大结局。这多亏了三位先生的出谋划策，我这也是纯属侥幸，有道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哎，其实我可是站在少城主和裴思雪这边的。你懂什么？那少城主跟韩少君矛盾有多激烈，感情就有多浓烈。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感情也是有很多种的。就是，谁会喜欢那个一开始就要非杀死自己的人？谁像少城主这样扭转乾坤？不是，那你家二郡主一开始还那么温柔呢，那么现在也……人呐，不能只看外表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二郡主还不是少城主逼的。不，等一下，你们都知道了？苹果、橙子、香蕉，不是，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想撮合香蕉跟苹果在一起吗？设计一出美救英雄，让这香蕉啊流落到这个教坊司，然后呢受人欺凌，到关键时候呢再让这个苹果呢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当天呢，你就带了这个韩少君去了教坊司，还逼他与越人比武。那这我们3个那也不是傻子，这不就看出点端倪吗？对吧？佩服。少城主为什么对周边的人如此了如指掌，而且知道外人很多不知道的秘密，比如龙骨藏在哪里，韩少君有心急，经常未卜先知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你们都在故事当中，而我却在故事之外。对，少城主难道是？哎呀，神仙转世！随便吧，怎么说都行，反正这苹果的确是楚楚，橙子是我，这香蕉自然就是韩少君了。这个故事呢也是我写的，有朝一日等3位先生进入到自己撰写的剧本里，处境也就会跟我一样。这么说来，是少城主创造了我们呐？哎呦，没有。等我回到花园，一定把少城主的事迹编纂成册，流芳千古。可瓜，韩硕，不是韩硕，你等等我。韩硕，你别跑了，韩硕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好痛，疼。你在马车上说过会一辈子对我好的，这才多久啊，你就反悔了？如果我今天没有听到你们的对话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本来是想到了玄虎城慢慢跟你解释的，我真的没有故意想要瞒你，只是很多事情最开始真的不能说了。你故意栽赃我迫害苏木，将我流放。那是因为原来被我写死的人，母亲林七、陆鹏，要不就是中风，要不就是死了。我怕你也会走上我设计的那条路，但是后来母亲醒了，林七也没死，然后我就放心了。我一直想跟你解释的，但是你当时特别恨我，你根本就不想跟我说话。那你要把我推给陈楚楚？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你之后，我就没这么做了。我心急你也利用？那我不是偷龙骨治好你的心急吗？你假造密信，在陈楚楚面前栽赃我，这事儿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心急也是你设计的吧？
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治好了你的心机。你是治好了，那不是因为是你设计的吗？我懒得跟你解释。干嘛？不生我气了？我只是太意外了，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之前为什么总是骗我。我做的事，又总是与你的初衷背道而驰。你为什么与我从小遇到的每个女子都截然不同？我曾怨过你没心没肺，猜不透你到底几分情谊。我不懂你身上的真真假假，可此时我能分辨，你喜欢我，是真的，这就足够了。小姐，我终于抓到你了，一个完完整整、没有秘密的你。我喜欢你，是真的喜欢你。那你究竟是不是神仙？你拜拜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娘子在上，请受夫君一拜。不如趁此良辰美景，你我夫妻二人把前因后果娓娓道来。编剧就跟写戏的话本先生一样。哦。大到两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，小到一草一木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所以他们是谁，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经历什么多的波折，我大都知道。所以我一进来就知道你要杀我，所以也就才躲过一劫。所以，其实我只是画本中的人。不是的，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不过就是一堆纸片人罢了，但后来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这是你们自身的真情实感，跟我们一样。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是像花园城，还是像玄虎城？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男人做主还是女人做主这件事情上，有些时候像花园城，有些时候像玄虎城，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。你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编剧创造的？有可能啊，反正真真假假，谁说得明白？你们世界的编剧都像你这么可爱？那不仅是可爱，而且还特别有才华。每一个编剧在创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都会特别的用心。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漏洞，有时候会撒撒狗血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无聊梗，但是他爱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，有时候还会跟角色谈恋爱。那你有跟裴恒谈过吗？这其实不一样，你是男主角，男主角呢是属于女主角的，男二呢是属于大家的。裴恒不知道这事吧？当然不知道了。不许告诉他，这个事吧，只有我能知道。哎，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？结局啊，原本是楚楚继任了城主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。我也是写到这儿的时候睡了过去，才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猜测啊，可能要等到日月同辉、天门大开的那一天，我才能够回去。
你是不是怕我离开啊？当然不会。等你走了，我就回玄虎城，然后那300个妾室，我一天换一个，一天换一个，我哪有时间想你啊？可是，1年呢，有365天，剩下65天怎么办啊？剩下65天，切，你管我？你都要走了，还管那么多？那剩下的65天，你留给我好不好？芊芊，你愿意留下来？我发誓，我刚才都是胡说的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别人我一个都不要。算日子，他们也该到玄虎城了。郡主，您说，陈芊芊不会到了玄虎城，借些人手再攻打回来吧？陈芊芊这般刁蛮任性，也就只能仗着母亲的宠爱折腾2下。她逃到由男人掌权的玄虎城，能兴出什么浪来？前面领头牵马的是少君，少君为陈氏牵马，这样好吗？你我夫妻2人在花园城如何，在玄虎城就如何。恭迎少君回城。少君，城主和城主夫人请您。及随从人等尽快进城，城主已经等候多时。我这就带你回城主府，见我的父亲母亲。玄虎城的人对我们也太热情了。先看看他们的热情对的是谁。以前我患有心疾，没有这样的场面，当然以后也不会再有。小姐姐，那个韩硕呢？少君去向城主、城主夫人请安了，请姑娘在后花园与众家眷们稍作等候。你说谁姑娘呢？说谁姑娘呢？这可是花园城3郡主尊贵的少城主。曾经是。哎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算，入乡随俗，来都来了。嘘。这位公子留步，我们玄虎城男女有别，这后花园是城中贵族家眷女子聚会等候之地，这不相干的男子想要进去，得先净身。没事，我自己去，你就在这儿等我。小倩，你紧张什么？在花园城混得如鱼得水，怎么到了玄虎城就不适应了？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可以的。城主夫人到。玄虎城是男人当家做主，所以女人在这里比较文静婉约，合理。坐下吧。开宴。禀城主夫人，这位就是韩少君带回来的花园女子，陈芊芊。夫人好，我就是韩硕迎娶的妻子。你就是芊芊？是。先用饭吧。
在我们玄虎城，女子嫁人后要侍奉公婆，城主夫人用饭，你应当从旁不睬。百善孝为先，请到。少君这次回来，但就不走了吧？听说呀，他心疾已经治愈，该不会再入赘花园城了吧？本来就是骗人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入什么赘呀？听说花园城是女子当家，那怎么行？听说呀，这陈芊芊号称三公主，这名声呐，可不怎么好听呢。蛮不讲理，荒唐无度，还目不识丁呢。传闻猛如火，万一韩硕母亲也误会我，可怎么办啊？哎，夫人，你倒是聪慧，吃这一方面我在行。好，说说，平时还爱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自小。我儿此行辛苦，心疾已经痊愈了。回父亲，已经痊愈。甚好。在花园，你除了治愈心疾，还做了些什么？除掉花园城继承人陈芊芊，刺杀花园城主，趁势收复花园。将乌石矿收入玄虎囊中。临走的时候，你做的这一切计划，一个都没完成。为父也不为难你，你不杀陈芊芊，不杀花园城主，不杀花园百姓，这我都理解也赞同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矿呢？啊？我的姑奶奶，你说这干嘛呢？回花园。不能回呀，二郡主等着杀你呢。我知道，这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的。既然两边生存环境都这么恶劣，我为什么选个让自己开心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还舒服还开心，心可真大呀！你不要命了？你以为我留在这就有命吗？啊！少君夫人要回娘家，需先将女德抄写百遍，熟了规矩才能回去。我太难了！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玄虎城人可没给我们少城主好脸子看，还要遵从什么三从四德七出，但凡有一条不合，你就是把我们少城主给休了呀！还要抄写100遍呢。竟有这事？城中规矩向来如此，怎么少君夫人就不能遵守呢？你听听，我抄。不顺父母者出，膝下无女者出。不对啊，在玄虎城是膝下无子者出。你们下去吧，这里有我就够了。请少君夫人服侍少君。哎，
你干什么？在玄虎城，以男子为尊。这不合规矩啊！是啊。但在我心里，夫人为尊。怎么样？水温还行吗？干嘛？人都走了还不松开？让你受委屈了。是不开心了吗？是你太好了。那你还要回娘家吗？不回了。我不想扔下你一个人。你这回到花园走了一遭，什么事儿都没办成，还带上了我这个拖油瓶，不请用，为难你啊。不就是玄武城吗？不就是大老虎吗？那我陈小家还有刺儿呢。是，你最厉害。城主，城主夫人，少君那边什么情况？少君那边说，少君竟给花园城的女人洗脚，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向一介妇人低头，还给她洗脚？烫吗？不烫，不烫。啊，二郡主。啊，二郡主请回吧，城主正在休息。等明日再来。母亲身体欠安，自然该多休息。往后，我日日都会来向母亲问安，希望母亲身体早日康健。二郡主孝顺。去营地。郡主，裴公子已经正式上任司军一职了，我去会会这位裴司军。司军，玄虎城的战俘应该如何处置？杀了。二郡主。二郡主，如今你无任何军职，擅闯军营，当依军法处置。我怕你这个裴司军没有什么经验，所以特意过来帮帮你。玄虎人阴险狡诈，一直觊觎我花园城的乌石矿和黑水矿，他们的人当然要斩草除根。那敢问二郡主，背信弃义的人和忠心耿耿的人，哪种人更该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与这些玄虎护城军只不过是立场不同，他们只是听令攻打我们，在我看来罪不至死。我会安排他们到矿山劳作。而你犯下那样大的过错，城主都能宽宏大量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为何不能给他们一个生还的机会？你一个男人懂什么是两城相争？玄虎和花园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，对敌人心慈手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放他们走，就是放虎归山，迟早有一日，他们会要了你的命。如今我是司军，该如何处置战俘，我定。
哼，那就要问问你能不能服众了。已故的裴思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战争总是以好斗为美，以求和为耻。听见了吗？这才是一个思君该有的样子。裴思君的后半句是：然而，只有真正的勇者，才能保持理智，结束战斗。所谓止戈为武，裴公子宅心仁厚，勇敢坚毅，颇有已故裴思君的遗风。属下愿听令裴思君。输了呗，输了啊！新鲜出炉的，传闻中的三公主，三公主。老板，有没有讲三公主跟裴思君的书啊？有，全都有，还有三公主和二郡主节目反目的内部消息，可精彩了。哟，可是最后啊，是二郡主赢了，我还是喜欢三公主。谁说不是呢？这论其有情有义，三公主才是女中豪杰。哎，嘘。各位今日找我，有何贵干？还请少君夫人教教我们御夫之术吧。啊！少君给您洗脚的事情都传遍了，女人嘛，嘴上说三从四德，谁心里不希望反过来？男人样样都听自己的。要我说啊，还是少君夫人这种日子舒坦，少君对您言听计从的。小人心生羡慕，还望少君夫人不吝赐教，来日小人觅得良婿，必当涌泉相报。小人溜嘴了。什么是御夫？让男人言听计从，当牛做马。不对，这不是真正的平等。今天你们想了解的御夫之术，其实就是御己之术啊！御己？御己？女人啊，要懂得去做真正的自己，为自己创造价值，为夫君创造价值，这样他才会懂得珍惜你，尊重你。那，你爱一个人呢，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去依赖他、服侍他，他才会给你想要的东西。夫妻二人相处，无论男女，都要懂得去经营自己，让对方明白你的存在对于对方来讲十分的宝贵，自然也就离不开你了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这谁信啊？这我都变成情感专家了，要把这事给姓韩的影帝说，谁信的？我明白了，说白了就是得吊着，得学会发脾气，该邀功的时候别客气，撒娇眼泪治不好，样样都管用，让他怕你。对，不对，说什么呢？不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重来，笔记撕掉。开席吧。我家那口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，处处挑刺。不知道受了谁的蛊惑，非要出去找废差事，弄得全家都不得安宁。我家里也是，天天闹着回娘家，还要向花园学习，不给洗脚，不再回来。来，舒儿，你我父子二人许久没有一起喝酒了，今天一定不醉不归。
芊芊啊，听硕儿说你在花园城时经常参与政务，且业绩颇丰，那不如你来说说，刚刚你这几位叔伯的矛盾该如何调解呀？想问在座的长辈，家里的家务谁来操持？我家夫人啊。孩子谁来养育？我家夫人啊。父母谁来照顾？我家夫人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家的夫人就像是伺候你们的丫鬟，照顾孩子的乳母，服侍父母的仆人，看似一个人在家里享清闲，实则上是一个人做了3个人的活。那在座的各位叔伯，有没有对自己家夫人说过一句“谢谢，辛苦了”？没有你，我可怎么办？我们不曾对家里的管家、厨子、仆役说这样的话呀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夫人也就像管家、仆人是一样的了？荒唐，这是诡辩。哎，少君还给他洗脚呢。说到底，女人也只能做这些东西了。除此之外，还能做什么？不对，女人可以在家里操持家务，也可以在外跟男人一样处理政务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我来考考你，司户统计近些年的出生人口，发现人口逐渐下降，究其原因是男女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对不对？女子开始和离和改嫁，甚至有些人不成亲，导致生育下降，青年男子减少。那大家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吗？玄虎城男子自以为是，不问对方喜好就擅作主张，说白了就是大男子主义，做什么说什么都得听他的。这样的男子谁会喜欢？依我看，就是你们这群女人在搞事情。我们玄武男子相貌堂堂，谁不喜欢？以后凡超过16岁未到婚嫁的，都要交罚金。罚金？单身税？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交税不够，那不嫁人就直接关起来。荒唐！出现现在的情况是女人的问题吗？这分明就是男人的问题啊！你们不想想如何去改变男人的问题，反而把责任全部怪在女人身上，有趣。依你说，那该怎么办？想不出来就算了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开放玄虎城与花园城通婚。花园以女子为尊，玄虎以男子为尊。自古以来，两城势不两立，何以通婚？玄虎花园两城僵持，两城的人民也受到了影响。说到底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。比如说，虎，在玄虎城是威猛权力的意思，可是，在花园城就是傻愣愣、莽撞、没脑子的意思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过近2年也是有可爱的一点。对内呢，我们可以解决玄虎人口下降的问题；对外呢，我们可以化解两城因为文化差异矛盾形成的误会跟隔阂，交换资源，这样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裕繁茂。怎么样？咦，花园城的女人可不敢娶哟。可你们的夫人、女儿、姐妹可都想嫁给花园城的男子呢。甜言蜜语型的，威猛无比型的，温柔体贴型的，胸大无脑型的，各式品种，只是应有尽有。姐妹们，想嫁吗？常言道，聘鸡司晨，家必亡。妇人们还是推居内室为好。今日到此为止吧。父亲，
我觉得小千所说的不无道理。你还敢开口？我让你带矿回来，你带什么回来？它是矿吗？它能烧吗？烧不了。郡主，请把您的兵器交给属下保管。这些人似乎不是往日的守城护城军。听说城主最近好像加强了防备，亲自点兵点将选拔的城主守卫。难道母亲要一辈子都防着我吗？郡主，这次城主好不容易召见您，您一会儿可要小心行事，务必哄得他原谅您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母亲，解释吧。母亲，女儿根本不认识此人。他已经全部都招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请母亲原谅女儿一时鲁莽。一时鲁莽？畜生！你竟然做出这种惨无人性之事！你知不知道，芊芊为了给你让位，才会与我假死诀别。又是为了我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都是忠义两全，而我，就是一个坏事做尽、无情无义的人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母亲，你曾经教导我，成大事者必须斩断情分，才能成就一番大业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被情感所牵绊，哪里是让你去杀害自己的亲人？陈芊芊她没有死，她逃去玄虎城了。那我倒要谢谢你放过芊芊一马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当初我把你当亲生女儿养育，反过来，你倒要杀了我的女儿。难道我就不是您的女儿了吗？我与已故裴思君交好，情同姐妹。当年她以身殉职，我念在你年幼无知，无人照顾，把你抱进了城主府，还下了封口令。没想到，却养出了你的狼子野心。你派人暗杀芊芊，怕的就是日后她回来抢你的城主之位。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大可以就下令立你为少城主，也可以直接任命你为下一任城主，整个花园城都是你的。可你看看你现在的自己，你德不配位，城中的百姓子民，加上跟随你多年的护城军，都不愿归顺于你。这个位子，你坐得稳吗？你拿什么说服我将这花园之城托付于你？你又对得起已故的裴思君吗？啊！韩硕宠妻必备，传闻中的 Olay 小白伞，防晒零重力，想立刻拥有就去 Olay 购买哦。清风远飞，雨随风一去不回。我在谁梦中沉睡？念人生况味，以微笑锁住愁眉。岁月不增不减，事与愿违。流光难追，
到天边我愿奉陪，算不出心机枉费。功名如负累，相思终成灰，笑得人憔悴，执迷不悔。而夜如幻如真，是非在背后传闻，策马狂奔，逃不出命运剧本。故事里的人，自己能控制几分？千山万水，结局会殊途同归。